你是不是个说话特别嘴笨的人？明明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完全不一致。前一晚的你还准备了一个小作文，想要好好的表达你自己，可是，一面对人物或者是站上台，脑袋却一片空白。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些人在表达能力上面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晰？他不仅仅是口才好，他连聆听跟抓住重点都比别人厉害。可是有些人，你跟他说话特别费劲。同样一个问题，你要反复的问3、4次，他都 get 不到你要讲什么。他在说话的时候呢，逻辑思维是没有条理的。其实呢，归根究底就是有2个因素，一就是理解能力有问题，2就是表达能力有问题。其实这2个因素呢，都脱离不了逻辑思维这件事情。今天这个影片呢，我想要教大家如何快速的提高你的逻辑思维，让你在表达能力上面跟理解能力上面呢，能迅速的抓住重点，让你们在感情跟工作上面呢，一路绿灯啊！所以在视频开始前，别忘了点赞跟收藏这个影片哦。我们赶紧进入第一个重点。第一点，如何快速的提高你的理解能力？那就是当别人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如何快速的抓住重点啊？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职场上面工作的人，你的领导给你抛出一个问题，或者是你合作方和客户给你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永远要记得一点，那就是要快速的抓住基本信息，才来给出你的看法。那么如何快速的抓住基本信息呢？我这里有个万用公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就是这5点：人物、时间、地点、目的和你的看法。这个你的看法永远要放在最后。当你还没有很好的掌握基本信息跟事实的根本时候呢，千万不要鲁莽的给出你的看法，因为你不仅仅会下错判断，在别人眼里呢，你看起来非常鲁莽，还不专业啊。打个比方，你的客户给你抛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。身为护肤品公司的我们呢，3个星期六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呢做了一个 pop-up store， 我们趁热打铁做了一个 Barbie Collections 的。可是3天下来，发现到销售量并没有预期那么好啊。那么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？如何改变这个局面呢？好，听到这个问题，很多人就开始冒冷汗，他就不知道对方是要我帮他提高曝光率，还是销售量，还是因为他的 marketing 哪一个地方做错了。刚才我问你这个问题呢，你其实可以快速在你的脑袋过目这5个基本信息：它是什么人物，美容品牌；第2、第3，它的时间地点在哪里。星期六 Pavilion Bukit Jalil， 代表说他选择这个地点跟时间点到底是不是他受众群，这个东西你要考量。第3点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刚才跟你说了，他趁热打铁做了一个 Barbie Collection 的系列，所以他其实要增加他的曝光率，还是它的销售量？因为他刚才说销售量并没有预期那么高。那么第5才来到你的看法，所以你的看法呢，一定要掌握前面的基本信息，完全消化好了才给出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可以迅速的掌握这些技能呢，那么你在给出你看法的时候呢，会非常的快速，非常的清晰，你的逻辑也非常的有条理。第2点，提高你的理解能力之3观问题。那么就是当人家给你抛出一个立场看法，或者是 test 你3观的问题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应对。3观有哪3观啊？人生观、价值观跟世界观。比如说，人家会告诉你说，日本人都是很残忍的，那个就是他的世界观。比如说，胖的女人啊都是懒啊，这个是他自己的人生观跟价值观。如果你遇到一个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，你要怎么回答？对于这种3观问题的时候呢，最简单的方式，你要分辨出它是事实还是个人观点。什么是事实？什么是个人观点？我打个比方，我手头上的是一瓶红酒，请问它是事实还是个人观点？它是事实，因为它确实是一瓶红酒。我觉得这瓶红酒不好喝，请问它是事实还是个人观点？那是个人观点，因为呢，我觉得这个品牌的红酒不好喝，并不代表其他人不喜欢喝这瓶红酒。所以，当你了解到什么是事实，是个人观点之后呢，当一个人给你抛出3观问题或者立场问题的时候呢，你首先要找出这个问题里面的事实是什么，他的个人观点是在于哪里。回去刚才的问题，胖的女人都是懒，请问这个是事实还是个人观点？很显然，它是一个个人观点。所以，当这个人问出你一个个人观点的问题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推翻你自己的看法。可是如果这个问题是个事实的时候呢，你就没有必要去推翻事实，因为呢，当你推翻事实的时候呢，在别人眼里就是强词夺理，而且你的逻辑思维是很有问题，可能人家会觉得你脑袋不清晰啊。那么当你要表达你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依据这3个点呢去表达你的看法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东西的定义是什么？这个东西的 definition 是什么？比如说，你怎么 define 胖？你怎么 define 懒？定义。第2，它的类别在哪里？比如说，胖的人就一定不美咩？懒的人一定就不好咩？所以好跟不好，它在什么类别？第3点，范围。比如说深浅、弱强、
范围。所以当你在给予一个你的看法的时候，你可以根据这3个类别呢去做出你的看法，那么你的看法就会非常的精细，非常的深入啦。我不觉得胖的人都是懒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胖的人呢要胖到行动不便呢才会归根于胖。而懒的定义呢，不仅仅在行动能力上面，更多的是思维层次上面，或者是卡在自己的舒服圈不敢拓出来。对于我来说，也算是一个懒。所以胖的人就是懒，这个 statement 呢太过于肤浅了。好，第3点来到如何提高你的表达能力。在提高你的表达能力呢，最重要的核心目的是什么？让对方快速的抓住你的重点啊，然后你也不会疏忽掉重要的细节。然后在表达能力上面呢，一定要有一个条理，有一个思维模式跟逻辑性的。然后我这里有3个万用公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点，你可以用这个 What, Why, How， 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如何这样做？比如说，你想要你的同事帮你订一个飞往北京的航班，因为你想要签一份合约，那么你就可以跟他说，请帮我订下个礼拜6飞往到北京的航班，我希望在12点之前到，因为呢，我要急着跟邱总签下这个合约。你可以在以下这2个网站订到2000元以内飞往北京的航班，那么对方就可以在你一句话里面了解到为什么你要飞往北京，什么时候要到，然后如何做，跟你的 budget 以内是什么，就用了这个 What, Why, How这个方式。第2点，当你要表达一样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1、2、3的方式。就比如说，你想要表达这个东西的看法，你觉得你有3大看法，你就可以跟他说我有3个看法，而不是一直用然后这个助词，因为很多人听着你的第2个然后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迷失了方向，没有耐性了的。所以除了用1、2、3这个点之外呢，你可以用分门归类的方式，就是用类别的方式。就比如说，成人有分老年人跟步入社会的人、更年期的人，所以你可以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来诉说细节化你要表达的东西。当你会学会归类东西的时候，别人听起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的逻辑思维呢就会比较清晰。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呢是比较多用在职场上面的，在表达处你遇到的问题上面，然后你要跟大家交代这个问题的所在，那你就可以用以下这个公式，那就是目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原因是什么？然后你有什么解决方案？然后它的结局是什么？然后你想要对方做些什么？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延伸性的。那你可以这样子表达，比如说今天有个 event， 那个 photographer 应该要3点到的，然后3点拍完，4点大家就可以放饭吃了的。可是因为这个 photographer 大塞车，他4点才能到，代表说3点到4点大家有一个空隙，那么你就可以跟你的领导说，领导本来今天3点呢是有一个 photographing 的 session 的，可是 photographer 呢临时大塞车。他4点才能到，所以你们3点到4点呢是有1个小时的休息空间，大家可以到食堂下面去喝咖啡，或者是去散散步。那我们4点跟大家会合，领导你觉得 OK 吗？那么你的领导收到了这资讯，他只是要审批 O 不 OK 而已，或者是临时再找一个3点能够到的 photographer， 别人在跟你合作上面，他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靠谱，很有交代。这个就是因为你在交代事情上面呢，你的逻辑思维非常清晰和有条理，所以如果在职场上面呢，你要表达一件事情跟一件事故呢，你可以采用这个公式。好，影片看到这里，我相信你们肯定非常烧脑，很多东西还没有 digest 到，但是不用紧，你可以点赞收藏起来，有反复的看啊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呢，别忘了点赞，然后分享给家人朋友们知道哦。尤其是知识性影片啊，因为呢，分享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善举，你会为你自己攒下非常多的福报。我们下个星期再见，祝屏幕前的你多吃不胖，身体健康，富可敌国。